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第159期的白问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记得点一下关注。这个4月份啊，这个手机还是相对来说平淡了一些，但是我数了一下，1、2、3、4、5、6、7，大概也有7、8台这个机器，说少，一点也不少，好像。OK， 那咱们就不废话了，来看看这周都有什么小伙伴提了什么问题。干货多票少，白问马上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建哥啊，小白，realme X7 Pro 至尊版这个机怎么样啊？和 GT Neo 相比呢，买哪个更好呢？给妈妈买一个，打算用2年左右。还有realme 的 UI 相比 ColorOS 有什么大区别吗？妈妈以前用 OPPO 啊，谢谢小白这个至尊版呢，相比于 X7 Pro 呢，要贵了100块钱。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啊，这个至尊版呢，它是一个曲面屏的啊，屏占比要更高一些。这个是它在外观 ID 方面最大的改变，然后手感呢也更加轻薄。后盖啊是这个PC 材质，说的直白点就是塑料的这个 X7 Pro 呢是玻璃的这个反向升级最为致命是吧？核心配置上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大的这个升级了，甚至呢感觉还降级了一点，比如说这个高刷和这个相机，实在不明白 realme 的操作。之前我也说过对于 realme 的这个机器命名上你就甭管了你一定要看配置，因为它命名非常混乱。相比于 GT Neo 来说，我感觉 Neo 肯定是要更加有这个性价比的毕竟这个天玑的1200在各方面的这个提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也全部都是塑料的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续航方面呢，之前我们出过这个体验视频，数据也都有，价格呢也要更便宜一些。最后你问的这个 realme 的 UI 跟 ColorOS 的这个 UI， 这个之前好像有其他小伙伴问过。区别不大之前用这个 OPPO 的肯定是顺顺利利的就会切换到这个 realme，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只不过是个别的这个图标皮肤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其实都是一套完全不需要担心。好，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做一只锦鲤皮卡丘。小白 ，OPPO 的 Reno 5的 Pro Plus 和 vivo 的 X60 Pro 顶配版价格好像都是4498这两者要买哪个更推荐呢？求上电视感谢这2款手机这个我们权衡了一圈之后我们工作室觉得这个 Reno 5 Pro Plus 这台机器要更加合适一些。其实，在某些平台这就不点名了，你去搜一下这个顶配版本呢，在3900元左右就可以入手了。这个 OPPO 呢是865的65瓦的快充，然后4500毫安时的电池。vivo 那边呢，它是33瓦的一个快充，这个三星的1080，然后4200毫安时的这个电池。这些参数方面基本上会拉出来一些差距。然后相机方面呢，其实差距都不大这个 vivo 这边呢是有蔡司联名是吧？4800万微云台主摄。OPPO 这边呢是索尼联合开发的这个传感器 MX7665000万像素但是在拍照方面，如果硬讲的话其实感觉 vivo 这边还要更占一些优势所以说如果你要更强调相机的话呢，我们更推荐 vivo 一些。如果你要是强调综合性价比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 Reno 5 Pro Plus 感觉会更 OK 一些，这就看你对相机的这个感知程度了。OK 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这个旧爱90年代我也是90后巨龙小米宣布造车了，华为最近也宣布了一个车机系统，你觉得华为未来会和小米一样造车吗？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们之前出过的手机简史系列华为那一期我建议你可以去再看一下之前华为也是说坚决不造手机，就是服务手机是吧？做上游，做这个供应链，但是后面是吧？也做手机了。那你说车的话呢，是吧？前一段时间华为也说坚决不造车就服务好这个车企，做了这个车机系统是吧？你是不是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相似呢？对吧？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华为应该会造车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盲猜这个小米造车是吧？这个之前也是传闻很多次，这个他说3年这个车会和大家见面，但是我觉得他用不了3年，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和特斯拉或者说蔚来那样采用一个期货的形式，对吧？比如说他24个月，2年之后他就直接把车发了，然后呢，第3年的时候就交车了36个月交车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因为现在汽车的这个产业链呢，也是在国内非常成熟的，比如说电池是吧，代工厂都有非常成熟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它跟手机是比较相似的，因为汽车这东西它不需要发动机是吧？它是电机，然后加电池，再加壳。咱们简单来讲是这3大件就组成了当然还有这个车机这个自动驾驶，因为现在这个是非常强调这个自动驾驶的。华为如果想做的话，你想吧，它能把这个
车企给服务的很好，它自己有车机是吧？你看小米，它连车机都没有，它都敢直接宣布造车。那么华为的话，它还有车机，有这个自动驾驶的训练平台，它还有很多在汽车方面的专利。那你说它造车，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对吧？它要宣布造车的话，我估计那个出车的时间比小米都快。下一个是来自白微星2的小伙伴阿维亚，小白啊，联想拯救者游戏表现怎么样？和其他几款游戏手机相比呢？啊，这个手机啊，是吧？这不叫手机啊，这个游戏机啊，在我们的测试之中呢，它的帧率相比于其他的游戏手机是最稳的一款啊，没有之一啊，因为它毕竟定位是一个专业的游戏手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是奔着那个极致去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啊。与此同时呢，它的功耗呢也要更大啊，它这个原神的这个最高瓦数吧，是到了9.7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了。ID 设计方面呢，完完全全它就是一个游戏机，所以说它为日常的使用场景是妥协了非常非常多的。之前有很多买游戏手机的小伙伴啊，到最后是后悔了，因为他觉得本来以为打游戏的场景更多，但后来发现手机是吧，它最后还是这个。比如说刷微博、刷微信、打电话，或者说发短信、发微信的这个时间要更多一些，手机的使用场景更多。我觉得游戏手机这种特殊的品类，你在买之前一定要给它想好了啊，因为它的所有的逻辑都是横屏使用的，因为手机必定要竖屏使用嘛，这个要好好的想清楚啊。我觉得这个就问不了我了，我只是把数据和它的体验实际都告诉你了。至于你的实际场景，哪个场景多，哪个场景少啊，就要问你自己了啊。如果要兼顾日常使用的话，我们不推荐它，它就是一个极致的游戏机啊，你就这样定位，好吧？好，第5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苏 W 然啊，白哥，今年蓝厂的 Nex 系列什么时候来吗？下半年吗 ？Nex 的话，我感觉啊，这个蓝厂这边是憋大招，因为蓝厂这边呢也有一些折叠屏手机来曝光，因为之前啊这个 Nex 系列这台机器啊，就是实在是没什么点，相当于小米那个 Mix 有点掰搭它那个系列啊，掰搭这个 Mix 那个名儿，这个是掰搭 Nex 那个名儿，所以说我觉得它会比较珍惜啊，搞不好会出一个折叠屏什么之类的，我猜的啊，应该是在下半年啊。OK， 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曾师杰啊，小白，现在华为的 Mate 40还值得购买吗？还是等待华为的 P50？是忠实的粉丝啊。这个 P50呢，确实啊，之前网传的是在5月份发，但是吧，华为的这个消息啊，尤其是芯片受制裁之后，确实是没个准儿。他说是，他还没说呢，就是大家猜着是在这个5月份发，因为4月份这次要发这个鸿蒙都不知道会不会延期，所以说我觉得 P50最早的话也得等到这个5月份。如果要是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如果要是你等不了的话，其实 Mate 40也还可以，因为它的处理器是不会换的，因为现在华为它只有一颗处理器可以用。最新的就是9000系列啊，它各种各样的版本是吧？这个9000E啊，是吧？990E啊之类的各种这个版本。Mate 40跟 P50，首先这个最小的这个小杯 P50啊，它在这个影像方面提升就不会特别的大啊。它每次它的主要的提升是在 Pro 和 Pro Plus 方面啊，主要是 P50的话你就换一个新的 ID， 所以说我觉得。买 Mate 40吧，这趁着还有货是吧？趁着还可以买，我觉得 Mate 40是 OK 的，因为 P50到时候价格也会更贵一些。华为反正现在就是很可惜吧，命途多舛，一切都是未定啊，这个一切都以这个发布为准，前面的消息也实在是太不准了。上期的中晚小伙伴啊 ，ID 名字叫梦里有你的世界啊，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互动还是老规矩啊，你可以发弹幕、发评论、发私信都可以，在白问的这个账号里边，只要发你就可以了，多多跟我们互动啊！没关注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我们会每周在这个互动的小伙伴里边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我们的科技数码礼物。高多票少白问，我们第160期再见，拜拜。